为什么减肥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？因为你一直在对抗的，不只是你的食欲，更是你的大脑和整个现代食品工业。而这一切的核心，都围绕着一个我们深信不疑的词：卡路里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每天辛辛苦苦计算的那个数字，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持续了近100年的巨大误会呢？今天，我们将从剑桥大学科学家的视角，彻底颠覆你对减肥的认知。首先，Giles Yeo 博士并不是反对物理学，他承认200卡路里的薯片确实是100卡路里的2倍，但他尖锐地指出，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食物的数量，而是它的质量。你的身体为了消化不同的食物，所需付出的努力天差地别。最惊人的是蛋白质。Giles 博士指出，你每吃下100卡路里的纯蛋白质，你的身体在消化代谢过程中就会消耗掉30卡路里，所以你实际只能吸收70卡路里。这意味着，所有食品包装上标示的蛋白质卡路里，从生理学角度来看，都虚高了30%。另一个真相在于食物的加工程度。他举了一个绝佳的例子：玉米。你吃掉100卡路里的水煮玉米，第二天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没有被完全吸收。但如果把同样的玉米磨成粉，做成玉米片，你的身体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几乎全部热量。烹饪和加工，本质上就是在替你的消化系统预先完成了工作。既然食物的质如此重要，为什么我们还只关注卡路里？因为食品公司利用了我们的思维误区，他们用一个叫做健康光环的心理技巧来误导我们。Giles 博士提到了一个经典实验，研究人员让人们看一张汉堡的照片，让大家估算卡路里，然后在完全一样的汉堡旁边放了一根芹菜。仅仅是因为这根芹菜的存在，大家对汉堡的卡路里估计平均降低了10%。这种看起来健康的东西，Giles 称之为偶发性美德食物。现在想想你手边的食品，为什么麦片包装盒上总要画着新鲜的草莓？为什么健康蛋白薯片的包装总是绿色的？他们都在利用健康光环，让你误以为自己买的是健康食品，而忽略了它本质上依然是高糖高脂的加工食品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不应该执着于卡路里，我们到底应该看什么？Giles 博士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、适用于任何饮食文化的通用法则，只需要记住3个神奇数字。你每日总能量中，大约16%应该来自蛋白质。尽量将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翻倍，目标是30克。把游离糖，也就是果汁、蜂蜜、加工食品里的糖，摄入量限制在总能量的5%以下。我知道，这听起来有点复杂。所以 Giles 博士给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建议，不用精确计算，而是养成优先关注这3项的习惯。当你看任何包装食品时，把你的目光从总热量上移开，第一眼先去看它的蛋白质、纤维和糖。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规则，那些没有营养成分表的食物，比如新鲜的肉、蔬菜、水果，通常才是你最应该吃的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减肥很难，请不要太自责。Giles 博士明确指出，你的大脑天生就讨厌你减肥。在人类几万年的进化中，体重下降意味着生存危机。所以，一旦你开始减肥，你的大脑就会启动2项强大的对抗机制，让你觉得更饿，以及悄悄降低你的新陈代谢。更令人沮丧的是，这种新陈代谢的下降几乎是永久性的。一个从90公斤减到80公斤的人，为了维持体重，必须比一个天生就是80公斤的人吃得更少。所以，减肥本质上是一场对抗自身生物本能的艰难战斗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更好地与自己的身体和解，并采取更聪明的策略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从剑桥科学家的视角认识到3件事：食物的质量远比卡路里数字更重要；小心食品包装上的健康光环；减肥很难，因为你在对抗强大的生物本能。所以，我邀请你从这周开始忘掉卡路里，只专注于一件简单的事，试着将你每天吃的蔬菜和完整水果翻1倍。记住，是直接吃的带纤维的完整水果，而不是果汁。
感受一下身体的不同变化，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